今天呢，我们说一个 ComfyUI 的大事件啊，也就是从2024年的11月4号 ，ComfyUI 呢开始原生的支持 Moji， 也就是麻薯这个模型。大家看一下啊，麻薯这个模型的话，生成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视频生成的一个模型的排行榜，目前的 Minimax 也就是海螺呢是排第一位的，而第二位呢就是 Jmo 的麻薯啊，而我们的 Runway 啊，包括可伶呢只能排在后边。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也能看到麻薯这个模型它生成质量到底有多高。当然，目前的麻薯的生成的分辨率呢，还是在480p 左右啊。它大概会在今年晚一点的时候呢，出现这个 HD 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我们说的高清版本。那另外，这个模型是一个完全基于 Apache 2.0 的一个许可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用它来作为一个商用的一个模型，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但是在之前的 Moji 里边的话呢，它要求必须要有4块 H100 的 GPU， 所以说呢，在开源社区人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最早我们的 K 神生成了第一版的封装器，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 ComfyUI 的官方在原生的流程上呢，也做了一些支持和优化，就得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版本。那你需要用它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呢有2个解决方案。你要注意，如果你要是有24G 的4090的显卡呢，可以采用第一套方案。那如果你的显存是比较低的，可以采用第2套方案，也就是 Low RAM Solution。它唯一不同的一个是 BF16 的版本啊，一个是 FP8 的版本。那么大家看一下，是2套不同的模型。如果你要是这个4090的显卡的话呢，你可以下载BF16 的这个模型，包括 T5 的编码器，包括 VE 的编解码器，那么包括这个工作流，那都可以从这个部分给它下载下来。那目前我的这个计算机呢是4070 TS 啊，只有16G 的显存，所以说呢，我还是给大家演示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下载的都是 FP8 的版本啊，包括这个主模型，包括我们的编码器啊，这个都是这样。而 VE 的这个部分呢，它这儿并没有提供一个 FP8 的，那你就采用 FP16 的就可以了啊。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怎么去构建这个东西。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对应的模型下载下来啊。模型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 Models， 然后我们对应的目录里边，比方主模型你可以有2个地方可以放。第一个呢就是 Diffusion Model， 第二个呢是放在 Unet 都可以啊。那比方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其实就是放在 Unet 里边的。第二个呢是 VE， 大家可以放在 VE 里边。另外就是 T5 的编码器，我们是放在 Clip 里边。FP8 的或者 IP16 的这个都可以放在这里边啊。基本上呢就是这样一个配置，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是用过之前 K 神的那个封装版本的话呢，应该对这个更加熟悉啊。好，下面呢我们就看工作流如何来构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默认的纹身图的工作流，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给它删掉，然后我们用 Load Diffusion， 然后来加载对应的这个模型。那这儿大家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你下载的这个原生的提供的这个模型啊，不要用原来 K 神的那个，它在质量上会有一些下降啊，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看。那我这儿选的就是这个版本，这儿选 Default 就可以了，虽然它是 FP8 啊，这儿呢也没有必要选这个啊 ，Default 就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该连的连上，这是 Model 的部分。下边呢是 Clip。这个呢，我们选择 FP8 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选择 Moji 啊，就是麻薯，然后把这个同样连上，把这个替换掉。它专门提供了一个 Moji 的 Latent， 叫 Empty Moji Latent Value。那宽度和高度这个提前呢都给设置好了，不用去改。这个我们给它改一下，我们生成2秒视频啊，所以说呢，这儿我改成30，它30不行，默认加上第一帧应该是31。Batch Size 这儿选1啊，不要选更多的。然后 Latent 呢直接连到这儿，下边就是 VE 的部分呢，同样也是麻薯的 VE。这个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麻薯的这个 VE， 同样呢也是别选混了啊，一定是你下载的这个，因为呢，如果你用过之前的封装版，可能会有很多的 VE 啊。而在那个版本里边，可能 encoder 和 decoder 是分着的，对吧？
下面呢，我们调整一下提示词。在官方的模型里边的话呢，这儿是没有反向提示词的。这儿呢，我们用了一个白色的小猫啊，这样的一个提示词。下边是参数，这儿我们 fix 的掉。然后这个一般要求30步左右 ，CFD 的值在 5.0 左右啊，我们这儿还是按官方的 4.5。然后采样的话呢，它提倡的是欧拉的采样和 Simple 的调度。然后 denoise 1.0， 别的呢其实就没什么了啊。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啊，和官方的这个麻薯的模型一样，它很大的计算量是花在了这个解码器上面。所以说在 K 神的那个扩展版本里边，其实有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对解码器进行优化。那通过这儿你也会发现这个解码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其实我们拿到了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的话呢，这样看不明白，我们现在还是用一个 value 这样一个组件。这儿我们用15帧，然后 MP4 的一个格式啊。好，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能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小猫的动态，包括清晰程度呢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也能看到啊，就是麻薯这个模型，它在本地运行的时候，其实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它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个效果啊。从这个效果上来看呢，应该比之前的那个 K 神的那个版本呢，表现效果要好一些，速度呢也要更快一些。另外呢，也要注意啊，我们这儿用的都是 Skill 的这个版本。那如果说我是不是用之前的那个 K 神那个版本会更好一些？那这个我也测试了一下，我专门用了 K 神这个版本，然后呢来做了一次采样生成。大家注意看这个效果啊，这个小猫的这个清晰的程度呢是不够的啊，很明显，看它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用那个模型，虽然它总体的这个一致性呢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啊，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原生的这个版本应该更好一点，虽然呢可能我们达不到模型共用这个目的，需要浪费一部分资源。而对于这个 T5 的编码器，这个其实差异性并不大，这个是可以共用的。包括我也测试了，就是 T5 的 FP8 版本和 FP16 版本，其实差别呢也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是 T5 的 FP16 的版本，这个生成的时间会明显的变长。大家注意，这个小猫的动态呢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FP8 这个效果，那大家看一下，这是 FP8 的这个，几乎呢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呢稍微有点问题啊，这个动态可能还是有一些变形，对吧？但是总体的差别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是可以共用的，但是这个模型是不能共用的啊。唯一呢我们建议大家用这个原生提供的这个版本。所以说基本的应用情况就是这样。好，下面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是这个模型在很多场景上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东西呢大家应该都见过很多次了啊！我们在之前在讲这个 Pyramid 的时候呢，其实也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来生成过动画，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在这儿呢，我直接来 load 一个 value，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动画的部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你注意 Pyramid 动画的部分。但是呢，这个看上去好像这个色彩啊什么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你就看你喜欢什么。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的表现就更像什么呢？就是更像一种写真类的手法。你会发现树呢会更漂亮，而这个呢就更像你真实的用眼睛看到的一个版本啊。这是这个，就是雪地里一个梅花树啊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这是 Pyramid 和麻薯的同样一个提示词生成的两个不同的视频。那同样的效果，你会发现这个还是带一些美化和梦幻的色彩，包括它在光啊，这个特别像用这个电影的这种语言表现出来的一个画面。而这个呢，其实更像写实类的。你注意这个树这个感觉，对吧？光的这种质感。那说哪个更好呢？其实我更喜欢这个啊，但是人家这个排名在那儿呢啊，这个我也不能诋毁什么啊，所以说我只是做比较，那喜欢哪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同样是一个提示词左边
是麻薯生成的，右边是 Pyramid 生成的。这个表现的重点不一样啊，左边呢是在表现牵手的一个状态，而且你注意那个手的细节表现的还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聚焦，而这个呢是将人物呢它整个的形态表现出来了，包括我们提示词里边的夕阳啊，然后这个拥挤的街头啊，这个都表现的非常棒。那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我还是喜欢这个啊。下边呢我们继续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呢是一个女孩伸出手，然后呢蝴蝶在她的手掌上来飞，左侧是麻薯的，右侧是 Pyramid 的。怎么说啊？我可能一直想给大家说明这个麻薯的表现更好，但是好像说明不了这一点。我觉得不管从色彩啊、构图啊、这个精细程度上来讲，包括模型的大小和采样速度上来讲，麻薯这个模型它都不占优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只看特点，是吧？我们别管谁排名更靠前。那这是麻薯的，这是 Pyramid 的，你更喜欢哪个呢？我们也可以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啊。大家看一下，这是雨中荷花的这个场景，最起码啊，就是 Pyramid 呢是将下雨的场景给表现出来了。水滴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可能麻薯更好一点，这个有点假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能 Pyramid 更好一点啊，就是对于这种特写静物的一个表现，但是动作的流畅性可能麻薯更好一些啊，这是同一个提示词雨打荷花我们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一个效果。还是那个，你注意这个 Pyramid 呢是有一些美化成分在里边的，还是那句话，它特别像用这种专业相机或者说电影的这种语言拍出来的一个经过后期处理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呢是在描述一个女孩站在一个仙山上的场景。这个呢我们会发现啊，总体上来讲这个更宏大一些，而且构图更加的合理，包括女孩的比例。那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女孩不可能她有这么大，而且她在这个地方去走也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呢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它表现的重点呢的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夕阳当中女孩的剪影，这两个表现呢我觉得就各有特点，是吧？旗鼓相当。可能这个里边会有海浪的效果，而这个主要是在海滩上沙子的这个效果，而这个的动作呢可能更加的动感一些。这两个只能说平分秋色，而这个呢是我们说的那个枫叶落在水里边的场景。那同样呢你会发现这个更真实啊，这个呢就更漂亮，或者说它是经过一些美化的，你会发现水呢更清亮，然后这个叶子呢也特别完美，而你看这个叶子呢就会有斑斑点点，水呢也更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那个水塘里的水。所以说呢可能视觉只是我们的评测标准，而真实性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表现，我们会觉得这个麻薯可能更好一些。那也就是说这个评测不是单从我们看上去这个画面的效果来说的，那真实性呢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的指标。这是这个女武士的一个表现效果，各有千秋这个的五官呢表现的也比较棒，这个呢也很漂亮。那你觉得哪个更好看一点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出最直接的评判啊，所以说还是我只把两个的模型的表现直接展示给大家，那到底它什么样啊，你自己心里有个底就可以了。那最后呢我们来拿官方的一个例子作为结束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官方的一个例子，小狐狸呢跑在一个雪地里，那在远景的这个动态里边你会发现麻薯的表现呢的确也是非常棒的，小狐狸在雪地当中奔跑啊，它整个的动态尾巴的形态周围雪的这个状态都是非常棒的。那当然它的高清版本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加惊艳的效果，还等什么？赶紧自己在你的 ComfyUI 里边去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